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明明你是对的，话却怎么说都说不进对方心里。你想说服老板加薪，准备了一夜的功劳，他一句公司今年很难就把你噎回去。你想劝爸妈别再担心，讲了半天道理，换来一句你翅膀硬了。你想让客户点头，让队友配合，明明为他好，他却偏偏不领情。我们常以为，只要道理够硬，立场够对，别人就该听。可现实是，这世界从来不是谁对谁赢，而是谁能说进对方心里，谁才赢。2000多年前，有一个比今天还乱的时代，7个大国天天打仗，今天结盟，明天翻脸。可偏偏在那个刀光剑影的乱世里，有一群人手里没有一兵一卒，靠的就是一张嘴。他们走进大王的宫殿，说上几句话，就能让一个国家发兵、退兵，甚至改变整个天下的走向。一句话的分量，重的能抵过千军万马。这些人的故事，全记进了一本书里。他不教你怎么打仗，而教你一件更难，也更值钱的事：在没有权力、没有筹码的时候，怎么靠说话把局面整个翻过来。这本书就是《战国策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把这本2000年的说话与谋略奇书读完，从那些精彩的游说故事里，挑出5个你今天就能用在职场、家庭、人际里的智慧。我们开始。先花2分钟，搞清楚《战国策》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。他记得是战国时代的事，那是一个礼崩乐坏、弱肉强食的年代。周天子早就没有人理了，底下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7个大国，谁拳头大谁说话。今天结盟，明天翻脸，活下来全凭本事。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，而是把当时各国谋士、说客的言论和事迹一篇篇收录编成，后来由西汉的刘向整理定名，按国别分成各国的策，所以叫《战国策》。它最特别的是主角。真正的明星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，而是一群纵横家，说白了，就是顶级的说客、谋士、谈判专家。他们大多出身平凡，没有权没有势，唯一的武器就是一张嘴和一颗会算计人心的脑袋。靠着游说，有人一夜之间从不一变成配着6国相应的权臣，有人一句话就化解一场战争。那个时代信奉一个道理：与其拼命，不如拼脑。所以，《战国策》表面是历史书，骨子里是一本说话的教科书，藏着大量怎么读懂人心、怎么分析利害、怎么把对方说动的智慧。你会发现，2000年前那些说客打动大王的招数，跟今天我们说服老板、谈下客户、劝动家人的逻辑几乎一模一样。人性没有怎么变，会不会说话，到今天还是一个人最值钱的本事之一。最后打个预防针，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带歪的地方。纵横家的游说术是一把双面刃，用得正，它是沟通，是说服，是把好事谈成的能力；用歪了，就成了挑拨、算计、耍嘴皮子骗人。我带你读它，重点从来不是教你忽悠谁，而是让你既学会把话说进别人心里，也看得懂别人怎么用话术影响你，能说服人，又不被人忽悠，这才是读《战国策》真正的价值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抓住整本《战国策》的精髓，那就4个字：攻心为上。打动一个人，靠的从来不是道理，而是人心。这背后藏着一个我们常常搞反的观念。我们总以为说服别人就是把道理讲清楚，把证据摆出来，对方自然就被说赢。可《战国策》里那些最高明的说客，几乎没有一个是靠讲赢对方成功的。他们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开口之前，先把对方这个人摸透，他在怕什么，在乎什么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顺着他的心理，一步步把他带到自己想要的地方。说穿了就4个字：投其所好。不是迎合讨好，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，用他听得进去的方式，讲他真正关心的事。你发现了吗？这跟我们平常的习惯正好相反。我们劝人，总急着讲我觉得怎样，你应该怎样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立场，
高手恰恰相反，开口前想的全是对方的处境、情绪、利害。一个只顾着证明自己对的人，往往把人越说越远；一个懂得先站到对方那一边的人，才真正说得动人。接下来，我把这套攻心为上的说话智慧拆成5个你今天就能用的重点，配上《战国策》里最经典的几个故事，一个一个讲给你听。第一个，从怎么把话说进别人心里开始。第一个重点，也是所有说话术的地基，游说要先懂人心，而懂人心最高的境界是以己喻人。《战国策》里有个千古名篇，把这一招演到极致，叫邹忌讽齐王纳谏。齐国有个大臣叫邹忌，长得很帅。有天他问太太，问小妾，问客人，我跟城北有名的美男子徐公谁比较帅？3个人全说他比徐公帅。可后来他亲眼见到徐公，再回家照镜子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比不上人家。邹忌没有沾沾自喜，反而连夜想通一件事：太太说我帅是偏爱我，小妾说我帅是怕我，客人说我帅是有求于我。原文那3句讲得极精准：无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妻子说我美，是私心偏爱我啊。妙就妙在接下来，邹忌没有把这体悟藏在心里，而是隔天进宫讲给齐威王听。大王您想，我家不过巴掌大，太太偏爱我，小妾怕我，客人求我，我就被哄得听不到一句真话。可您是一国之君，全国的女人没有不偏爱您的，满朝文武没有不怕您的，百姓没有不求您的，那您被蒙蔽的有多深？齐威王恍然大悟，当即广开言路，定下赏格。原文叫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谁能当面指出我的过错，就给头等赏。妙就妙在，邹忌要劝的是，您被身边人蒙蔽了这么刺耳的事，他却不直接戳，而是先讲一个自己被哄骗的糗事，把自己摆进去，再让大王自己得出结论。同样一个道理，从指责你变成我也一样，对方的防备瞬间就卸了，这就是以己喻人。翻成今天的话，你想让一个人接受他不爱听的道理，最好的办法不是讲赢他，而是用你自己的故事让他自己照见。比方说，你想提醒一个听不进劝的同事别再得罪主管，你越说你这样不对，他越跟你顶。可你换个说法，我以前也吃过这种亏，当年就是太冲，后来才发现把自己摆进去，他反而愿意听了。父母劝孩子别熬夜也一样，讲100遍你要照顾身体全是耳边风，换成爸爸像你这年纪也仗个身体好乱操，后来吃了不少苦头，孩子反而听进去了。邹忌教我们的就是这件事，放下我对你错的姿态，先站到对方那一边，用我也一样拉近距离，道理才进得去。所以今天请你记住，要说动一个人，先别急着证明你对，试着把自己的经历、软肋摆出来，跟他站在同一边，他才会愿意打开心门听你说。第2个重点是乱世里最值钱的本事，懂得借势、借力。一个人能调动多少资源，远比他自己有多少资源更重要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刚开始谁都看不起的门客，叫冯轩。冯轩投靠齐国大贵族孟尝君，混在几千门客里毫不起眼，还老抱怨待遇差，可孟尝君大度，一一满足了他。后来孟尝君派人去封的薛收债，别人都不吭声，冯轩站了出来。结果他到了薛的不但没有应收，反而当着百姓的面把还不起的债券全烧了，说这是孟尝君的恩典。孟尝君气得半死，我派你收钱，你把钱全免了。冯轩只回一句，我帮您买回了一样您最缺的东西，叫民心。当时孟尝君没有当回事，直到后来他被齐王罢免，灰头土脸回到薛的，车还没有到，百姓就扶老西又走了上百里路出来迎接他，孟尝君这才恍然大悟。可平轩说这还不够，他讲了一句千古名言：狡兔有3窟，仅得免其死耳。狡兔要有3个藏身的洞才勉强保住命，如今您只有薛这一个窟，还不能高枕无忧呢。于是冯轩替他借力，先去游说魏国把孟尝君夸成大才，引得魏王抢着重金请他。齐王一听邻国要挖人，吓得赶紧把孟尝君请回去，官复原职。冯轩又借这个事，让他求来先忘祭器，在薛的建宗庙，
齐国就不敢动薛。3件事办完，冯轩说：“3哭已就，君孤高枕为乐矣，您可以安心享福啦。”冯轩这套操作，今天看简直是资源整合的教科书。他自己没有什么权利，却懂得借百姓的民心，借魏国的事，借宗庙的名分，替孟尝君织出一张安全网。真正会做事的人，从不什么都自己扛，而是盘点手边能借到的每一分力量，4两拨千斤。同样推一个大项目，一种人埋头苦干，不会的硬学，缺人手就自己硬撑，累到油尽灯枯；另一种人像冯轩，先盘点这件事谁最在行，哪个部门有资源，哪个高层能帮我背书，把对的人、对的事组织到位，事情办得又快又稳。商场也一样，小品牌应跟大公司拼广告必死无疑，聪明的玩法是借势，借大平台的流量，借有影响力的人说话，借一波风口顺势起飞，不跟巨人硬碰硬，而是站到巨人的肩膀上。所以记住，你有多少资源不重要，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才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。今天请你练一件事，下次遇到一件靠你一个人很难办成的事，别急着埋头硬扛，先问自己，这件事我可以借谁的力，借谁的势。第3个重点是说服别人时最实在也最有效的一招，讲厉害，而且要讲对方的厉害。《战国策》里有一篇堪称说话艺术天花板的故事，叫触龙说赵太后。背景是这样：赵国为急向齐国求救，齐国开出条件，要赵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长安君去当人质才肯出兵。赵太后死活不肯，放话谁再敢劝我送长安君去，我就拖他一脸。满朝大臣被堵得没有人敢开口。这时老臣触龙慢吞吞走进去，绝口不提长安君，反而先跟太后拉家常，聊养生。太后绷紧的脸先松了一半。接着触龙跟太后比惨，说自己有个最小的儿子不成才，但偏偏最疼他，想趁我还在给他安顿个差事，一下就把太后那颗最疼小儿子的心勾了出来。2个老人聊起疼孩子，越聊越投机。铺垫到位，触龙才亮出真正的杀招。他不讲大道理，只问太后：“您给了长安君高位、后路、大片封的，却没有让他为国家立下半点功劳。万一哪天您不在了，他凭什么在赵国立足？”接着讲出那句千古名言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”真正疼爱孩子的父母，是替他做长远的打算啊。您舍不得让他去吃苦、立功，恰恰是害了他。赵太后一听，当场答应让长安君去做人质。神就神在触龙从头到尾打的都是太后自己的厉害，别人劝为了赵国是逼他牺牲，他讲为了孩子好是帮他盘算，立场一换，太后自己就想通了。翻成今天的话，厉害分析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，不讲你想要什么，只讲对方会得到什么。你想说服老板加薪，最差的说法是我做了很多，我很辛苦，这是你的厉害，老板未必在乎。高明的说法是翻过来讲他的厉害，我接手这块之后，帮部门省下多少成本，带来多少业绩，把我留住对团队产出更有利。生活里也一样，你想让另一半一起存钱，光说你别乱买只会吵架，换成我们每月省下这笔，3年后就能换更大的房子，给孩子更好的环境，把目标绑在对方也想要的未来上，他自然愿意配合。触龙教我们的就是这件事，说服不是把你的需求塞给别人，而是让对方看见，照你说的做，他自己能得到什么。所以今天请你试试，下次想说动一个人，开口前先在心里问一句，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把答案讲清楚，你的说服力会瞬间翻倍。第4个重点是一种在乱世里保命，在顺境里也绝不能忘的智慧，凡事预留后路。这一刻，还是回到冯轩那句最有名的话：“狡兔有3窟，仅得免其死耳。”你回想冯轩的整套操作，会发现背后藏着一个更深的道理。他为什么非要替孟尝君挖3个窟？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在那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乱世，把全部身家压在一个地方太危险。今天齐王重用你，明天就可能罢免你；今天薛帝是根据的，
明天就可能被收回去。所以他要的不是一条退路，而是好几条，这条断了还有那条，永远不会被逼到只剩死路一条。狡兔三窟讲的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生存智慧。这道理放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。我们很多人的人生恰恰是一窟的人生，只有一份收入，公司一裁员就断粮，只会一项技能，行业一变天就被淘汰，所有人脉都在一个圈子里，圈子一散就谁都不认识。平时看不出问题，可一旦那唯一的窟塌了，整个人就垮了。冯轩提醒我们的是，在你最顺、最安稳的时候，就要默默替自己多挖几个洞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只靠死薪水过日子的上班族，跟一个除了本职还悄悄培养了第二专长，攒了点积蓄，搞了个小副业的人，表面上日子差不多，可一旦遇到裁员潮，前者瞬间断粮，慌得手足无措，后者却能从容转身。做生意也一样，最怕把所有订单压在一个大客户身上，一旦这客户跑了或翻脸，整个公司立刻陷入绝境。聪明的老板会刻意分散，多开发几个客户，多留一些现金，就是不让命脉捏在别人手里。当然这里要拿捏分寸，预留后路不是要你三心二意，什么都浅尝辄止，那反而一事无成。真正的智慧是主业做专做深的同时，给自己留一两条退路。专注是为了把当下做好，留后路是为了输得起，一个能输得起的人才敢放手去拼。所以今天请你检视一下，你的收入、技能、人脉，是不是太依赖唯一的那一个了？试着从今天起，替自己悄悄多挖一个窟，学一项新本事，认识圈子外的人，存一笔谁都动不了的钱。给人生留条后路，你才走得稳，走得远。最后一个重点是贯穿整本《战国策》，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份礼物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简单说，就是要懂得从过去的事情里学到能用在未来的教训。《战国策》里有一句被传颂了2000年的话，出自赵国谋臣张孟谈那一段：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意思是，过去发生过的事别轻易忘掉，它就是你做往后事情的老师。整本《战国策》说到底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前车之鉴，记满各国的兴衰成败，谁因为贪小便宜而亡国，谁因为一句话的失误而丧命，谁又因为看懂大势而崛起。刘向把这些故事编在一起，图的就是让后人照着这面镜子，少走一点冤枉路。而《战国策》里有个寓言，把看不清局势会有多惨讲的又生动又透彻，叫鹬蚌相争。话说一只旱蚌张开壳晒太阳，一只玉鸟跑来啄它的肉，蚌一合把玉的嘴死死夹住。两个谁也不让谁，玉说今天不下雨，明天不下雨，就有一只死蚌；蚌说今天不放你，明天不放你，就有一只死玉。原文最后一句点睛，两者不肯相舍，渔者得而并擒之，结果一个渔夫走过来，毫不费力把他们俩一起抓走了。这故事当年是用来劝阻赵国别去攻打燕国的，你俩斗得两败俱伤，最后得利的是旁边虎视眈眈的秦国啊。鹬蚌相争这4个字，今天依然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。职场上两个能力都不错的同事，为了争一个位子明争暗斗，互相拆台，斗到最后两个人都名声扫地，那位子反而落到第3个闷声不响的人手里。商场上2家公司为抢市场大打价格战，杀到两边都不赚钱，最后让第3家捡了便宜。可惜的是，大多数人就是前事旧忘，看不懂自己正在当那只蚌，那只玉，等渔夫来了才追悔莫及。这就是以史为鉴最实用的地方，历史不会原样重复，但人会一次次踩进同样的坑。读懂前人的故事，就是让你在掉进坑之前先认出那个坑。所以今天请你养成一个习惯，无论是读历史，还是回顾自己过去的失败，都别只当故事看过就算了，多问自己一句，这件事教会了我什么？下次遇到类似的局，我该怎么不再犯？把过去当老师，你才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第2次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今天从《战国策》里读出来的5个重点，串成一条会说话、会谋略的思路复习一遍。第一，游说要懂人心，
学邹忌以己喻人，别急着证明你对，先把自己摆进去，站到对方那一边，道理才进得去。第二，借势借力，学冯轩营造三窟。真正会做事的人不什么都自己扛，而是盘点手边的力量，借势借力，四两拨千斤。第三，利害分析打动人，学触龙说太后，说服别人别只讲我要什么，要讲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，把事绑在对方在乎的东西上。第四，预留后路，记住狡兔三窟，在你最顺的时候就替自己多挖几个洞，别把生死压在唯一的一条路上。第五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读懂鹬蚌相争，把过去的成败都当老师，别一次次踩进同一个坑，当那只两败俱伤的蚌。你发现了吗？这5个重点表面是5个故事，骨子里其实是同一种能力，把人心摸透，把利害算清，把局势看明白。战国策，那些手无寸铁的说客，靠的就是这套本事，硬是用一张嘴撬动了整个天下。但最后这句话一定要再说一遍，读《战国策》不是教你变得油滑、耍嘴皮子去算计人，而是把这套本事用来把好事谈成，把对的人说动，把自己护周全。能说服人，又守得住善良，这才是这本书真正想教给你的东西。听完很过瘾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练的小功夫。战国策里所有高明的游说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手式，说话之前先换位。邹忌站到大王的处境去想，触龙站到太后的爱子之心去想，冯轩站到孟尝君的安危去想，他们开口前脑子里装的全是对方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每当你要说服一个人，或要谈一件重要的事，跟老板谈加薪，跟客户谈合作，还是跟家人沟通难事，开口之前先在心里按一下暂停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对方现在最在乎、最担心的是什么？第二，我想要的这件事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，又有什么顾虑？第三，怎么说才能让他觉得这不是我要他做，而是对他自己有利？你会发现，光是养成开口前先想对方这个习惯，你说话的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大多数沟通会失败，不是因为道理不对，而是因为我们满脑子只想着自己，从没有真正站到对方那一边。学会换位，你就从一个只会讲道理的人，慢慢变成一个真正说得动人的人。这就是《战国策》这本2000年的奇书送给你最实用的礼物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、无韵之离骚的旷世巨著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如果说《战国策》带你看的是那些纵横家如何用一张嘴撬动一时的天下，那《史记》要带你看的是横跨3000年、无数英雄豪杰的命运起落，从中读懂一个更大的问题：一个人到底该怎么活，才能在历史里留下分量？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过一次话没有说对，事情就谈砸了经验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懂了今天这些游说的智慧，你会怎么换个说法？我们下集见。